嘿，你们好哦！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给你一个甜美的热恋？谁将要给你一个甜美的热恋？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给你一点时间做选择。好，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好，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基本的结构哈，看一下现在整个状况，先看一下它整个趋势哈。我们先把趋势翻起来哈，来，看一下整个趋势的流程哈。好，看一下，你们的世界哈，你们已经处在共同的世界里面了哈，已经到了哈。那这个人应该算是，在他的人生啊、事业上，他应该有一个很特别的追求啦哈。有可能是他选了一份新的工作，转换一个新的工作后，在他的人生的职历上，在做一个追求的时候，来到了你们共同的世界。也就是说，他本来其实是，照这里来讲，他其实是离你很远的啦。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到了你这一个环境里面哈。然后基于我觉得你们来到了2个人的那个空间之后，这边有在说这段旅程底下有一个非常好的感情的酝酿，是他这一个选择之后才会意外获得的收获。我想应该就是见到你了哈，因为最终极的位置出现的是节制牌哈，看来他误打误撞往了这一条路径走去，他没有料想到连在这个位置他都会遇到他的真爱吧，他最喜欢的人。好，那。我觉得在遇到你之前哈，他的生活上应该还会有一些转变哈。这个转变之后，他见到你的频率各方面就会比较接近了哈。因为恋人牌这里都往一些智慧被开窍啊，哈，善良被开启的那一个方向走去，所以他逐步越来越接近你的时候，他的状态各方面会变得更好。你跟他应该能享受到第一次见面到的时候那一个很快速的那个幸福感了。他这里牌面的分配哈，我觉得不太像是日久生情，我觉得算是一遇到就会有强烈的爱情的感觉会出现哈。目前他的旅程是这样看，我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别人。其实啊，他这一个人哈，一路上走过来蛮辛苦的哈，蛮辛苦的，不过已经开始获得他的收获了。他前面那个辛苦的过程已经过去了哈。那你会因为他开始有这样子的好能量之后，才看到他哦。好，等着他自己出现了后，我觉得整个能量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阻碍哈，一些阻碍的点这些都还蛮好的，只是我是有点担心说他现在还在来的路上嘛，如果他现在还在来的路上的话，那时间会拖一下，但因为他必须要走到你们2个共同的位置，2个共同的世界，比较像说生活圈或工作圈已经开始在同一个区域里面了，连时间表啊，生活的时间表也都节奏都还蛮接近的那个时候。好，好，没关系，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细节，直接来翻一些你们遇见了吗？那些的哈，生活上的细节的，来，好，今天有猫咪哈。好，等我一下哈。这牌很滑，看一下。好，来，你们遇见了吗？哦，在附近的现在整个状况哦，在附近，在遥远的位置哈，来指引现况哦。你们是不是？哦，这边说其实你们已经认识了耶，而且还有不错的互动了哈，感情上已经有出现了。所以照牌面上来说，如果已经出现、已经遇见的话，其实他对你的喜欢已经产生了。我看到这里附近，哎，
这一组哈蛮接近要准备告白的耶，可是这里没有显示出你们的熟悉程度哈。不过有一些东西是有看到，就是你们即便不用特别去约见面，还是会偶尔会遇到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学校的讯息很多，学习的空间里面的讯息很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朋友圈，因为这边也有工作里的哈。你看到3个金币，其实讲的是工作里的耶，所以我把它移到工作，我觉得它是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非常容易出现，因为它这边一直在讲说你们两个搭配的很好哈，然后你会偶然碰到他，而且他离你的距离也不远，所以我觉得工作范围里很明确哈，他应该是工作范围里的人。而且在你的角度上啊，你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你还蛮欣赏这个人的，甚至有点崇拜这个人哦哈。这个人在整个你现在认识的人的这整个社群里面，他是备受好评的，很多人对他都蛮赞赏的耶。哦，那这边有说，其实你们私底下工作以外的一个私人的生活里面，其实就没有碰到了哦，因为他在这里能量就比较少，更多的都是一些机密工作上的能量，所以他是工作上的人哦哈。Give me this one。他这个人哈，应该算是蛮热情的啦，而且他把他的热情完全发挥在从这连接，应该就是完全发挥在工作上面，所以他情绪管理也蛮好的，情绪方面的管理很稳定。哦，我这边有看到这一个稳定性培训叔叔，然后我觉得他是属于一种扎扎实实在建立自己人生的人。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起伏，可是他现在的状况，我觉得，他其实没有特别在找爱情哦。好，可是照前面的牌来说，我觉得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塔牌作为中间的一个暗物质来说，我觉得他在讲说，遇到你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改变。很多想法上啊，你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出现，这边都有哦。所以如果照这张牌来说，你们已经遇见的话，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潜伏在你附近的一个新恋人，他正在找方法靠近你，正在找方法去理解你。我觉得他对你来说，他看着你，他觉得非常陌生。呃，你对他来说有非常多他不容易进入或理解的东西。好，来看一下。宝剑牌突然一次出了这么多，但是我说你们两个哈要发生突然爱情爆发的那一个时刻哈，没有那么容易。现在跟前面我刚上一组那个牌翻，我觉得上一组牌说你们一遇到就有很强的能量爆发，其实这边有可是你们好像被你们的职务职称跟你们的角色所绊住了。那有没有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你们之间，然后产生了一个新恋情呢？会产生那个爱情的魔力，那个爱情感觉出来？这边说还没到哦。那最靠近的时候，有没有人会帮忙相干？我觉得其他人没有，因为其他人不知道哈。好的事情，好的人都没有直接帮你们做帮忙，然后这里在时间上也是进行的很慢。这题难的地方在于说，其实你们有很好的机会哦，可是他好像现在真的找不到那个去主动有表达的那个时机点了。虽然这边有说在工作上其实还蛮常看到的，可是他一直这一题怎么变得像告白？不过这确实是1号牌，蛮像是他有蓄势待发的准备要告白耶哈。好。这么近应该再多做一些表达吧因为你等待很久了希望他多做一些表达。可是这些牌这里牌好多都犹豫值好高基于这个现况，我觉得我要来去翻一些更深入的牌来破解一下因为你们现在中间有一些阻隔然后它让你们没有那么快速的进入爱情状况。可是我觉得爱情的能量，前面那些比较大的牌都说有我看一下。在他来的路径里面我翻比较深的牌好了。
这里说哈，当他出现之后哈，已经注定好你们要在一起的结果，就跟刚前面一样，最后是节制牌在那里哈，所以其实不用担心，这里看起来其实只是一个过渡，只是一个流程哈，在比较难的路径里面哈。红国王跟白皇后的结合，确实是会长出一个全新的结果来的。这里两件事都先确定了，这只是一个流程。他已经在最靠近你的方向里面在找方法。他其实，我觉得他下一步是直接让你知道他喜欢你哈，让你非常有感觉，因为他对你的喜欢的那个爱恋，在其他牌里面已经都爆发出来了，只是行动上却没有明确的东西跑出来。你看。不论是近的路径、远的路径，都说各方面都已经协调好了。还有他自己所创造的那个路径来说，也都是这么说的哈，都是一些完善的、结合的、迎接完美的结果的牌哦。这里有暗示一件事情哈，你们之间最长的距离、最长的那一条路径上面写说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理解，所以经过了你们有更多的遇见、聊天。了解彼此之后，我想那个爱情的东西就会在底下直接爆发出来了。主要是说，你看到这个路径这样走过来的时候，被一排土能量挡住，它在暗示什么？它在暗示说这里需要缓一下。好，你不能横冲直撞的就走到这后面哈。就是它有一个终极的位置，就是确定感情、表白这样子。出发点各方面都是完善的，备受祝福的，各方能量都认可是备受祝福的。那在这个路径上面，他在处在一种他在理解中，可是这边被挡住了，表示这边有一些漏掉的东西。好，所以这边归纳下来，真正难的是你们互相的理解。所以他现在就跟我一开始讲的一样，他对你的理解程度小，他有备受你的各方面的能量的吸引，很强烈的吸引。好，他跟你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就已经非常喜欢你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得到？可是那是一个愉快的互动，然后之后他在跟你更多的互动的时候，他都更加的确定他是非常喜欢你的，只是他总觉得好像有不够理解你，因为这边有一些风能量告诉他开始有一些搞不清楚的状况，所以其实你对他来说有点太特别哦，不是他所熟悉的人的类型之一，所以你是全新的，也因为这个状态非常吸引他，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处里面就只是次数跟时间的问题啦哦，你们相处的次数跟时间的问题，因为我看牌最怕的就是说哈，中间这个过程很好，可是起点受到起点的牌跟它的基础哈都不够扎实。不过扎实就会让人很难去乐观的去期待这些好的东西能够创造更很好的东西，因为它本身的就是说骨头血液不够好。那还好这一组骨头跟血液都非常好哈，所以它就只是一个过程啦。那倒是这里讲的几个东西，就是说在工作上你们应该会有蛮多次的在遇见、在聊天，讲会有闲话聊，或者公司上聊，每一次都会增加一些感情啊。我觉得他会突如其来的在某一个爆点就突然。就跟你说了，或是却表达的很清楚，因为我觉得他应该算找不到他觉得最棒的时间点跟方法来去跟你告白。我觉得他最后会就突然就讲出来，哈，好，在这里，只能说他对你的喜欢可能会比我翻到的感觉里面更强烈哈，因为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有一些很强的意念，有很渴望，然后去带领了其他的能量跟他一起走，表示说他本身的能量也都是好的哈。哇，好。看一下这里哈，你们之间的默契啊，跟你后来啦哈，如果他告白你也愿意跟他交往的话，我们来讲一下你们两个的契合状态哈。你们之间的默契啊，各方面都必须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你们一开始的契合程度不会一开始就爆发出来，其实本来就很契合，可是它需要被挖掘，需要被一点一滴的拿出来去对照，才会知道说其实你们是慢慢的就很契合了。看一下这个。在初期哈，你们两个个人的自我还是比较强哈，比较在乎，或者是比较想要做自己的事情的哈。没有影响太多哈。那命运之轮告诉我说，本身这一个遇见就是一个你们搭上了要往同一个方向的船啦。虽然这个船好像是随机的，可是时间到，你们就一起上了那一条船，那个条到达了目的地，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份幸运哈，在你们两个的不同里面，你们两个时间轴
我觉得你们两个本来是在不同的时间轴啦，是从这一个命运之轮这一个所定义说上了同一条船的那一个时刻开始之后，你们两个的频率才变得比较好了。那这个重白话一点讲，就是说你们相遇之后，你们有很多的对话、很多的互动，都一直不在同一个频率上。他会突然在某一刻，好像在整个故事走到了一半之后，到中间会有一个不错的点，让你们两个开始频率很接近，对话也差不多讲的话题也差不多有了，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后半段要加速去往确定爱情的那一条路径走了哈。只是整个流程上面都还是有一种小小的不确定感了哈，在他那里都有小小的不确定感，他其实不太确定说你的真正的个性跟你需要什么。虽然已经慢慢的觉得两个人有比较多的默契了，可是好像还是有很多的破口，好像有很多东西被挖掘这样哈。可是这些都不会减少他对你的喜欢啦，他只好慢慢的去知道那些东西。那你的部分的话，其实到了中后段、中间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在意跟在乎，而且你会慢慢的知道，其实你们两个很多东西都蛮相同的，因为这边的同步率都还蛮高的。那至于灵魂的距离来说，其实你们在之前的灵魂或是前面，其实你们的灵魂已经相爱过了只是时间都非常短暂这一次又让你们两个再相爱，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次的交集的速度，可能也是跟以前很快，然后就解散了。所以这一次要紧紧抓牢因为你们前面其实已经有非常好的灵魂上已经有非常好的经验了，所以这边才会说需要一些理解，其实是要理解你们内在的灵魂现在是什么模样，然后这个理解比较像是说，确定就是我们以前已经恋爱过的那一个灵魂，这一次只是在相遇。那当好确定之后，整个部分节奏就会加速了。好，所以白话一点讲啦，他就是工作上里面常出现在你身边的人啦，他是喜欢你的，所以他一直在很有耐心的慢慢的跟你相处，让你发现他的好，让你对他有存在感。这边开始看起来，现在还处在一个你看他的时候的他所展现出来的能量都偏小，主要是现在你们能量的对应还不够多，还不够多，但是还好距离没有很远能够制造跟累积这个感觉的东西很多，所以就慢慢的相处下去就好了。然后这边看到这个灵魂是爱人牌嘛，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欣慰因为我刚刚说有很多牌都是在讲说这段关系这牌组的基底嘛，所以前面的节制牌跟这里都在说，其实这段感情是势必要遇在一起的，然后基底都很强。这边也说这边还说了一个更远的，就是以前你们灵魂就已经有在一起过了，所以基本上这里看起来是相处是没有问题啦，只是感觉到自己喜欢他或感觉到他喜欢你这个东西，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它的内容比较像是说，你们有很多的对话，或是有很多的零碎的相处，才会慢慢的浮现这个东西出来。它不会，你们这组它不是爆发型的。前面是它虽然不是爆发型的，可是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很早就一直有一种很协调的感觉，两个人只要互动讲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只是思想上感觉上是还没有是没有那么立即的要往爱情方向走。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工作职位的关系，把它模糊掉了，让你们没有办法立刻去思考说这个可能是未来要在一起的人对，好，你们之间没有太大的阻碍了我觉得比较大的阻碍就只是说，对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好像比较难想象，比较难以想象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状况。这一组就是讲好像是真的要相处下去之后，才会知道两个人相处的一些情境的推敲是长怎样。有些人你一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未来可以跟他在一起，而且你们还有默契到知道未来可以一起去做什么事情。可是这一组他确实这个东西要到后面才有，他没有这么快。所以他现在其实也很懊恼因为他一直觉得跟你有一个距离，他不知道从什么方向去切入好，这里也是这么说所以你们爱情发芽开始，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他必须要表现出，或是他必须要抓到你会在意的点，舒服在意、喜欢的点。他抓到了之后，你就会非常你就非常，你内心就会开始有一些在意啦，觉得这个人的存在感有跑出来，这样，所以你们后面的互动频率就会在慢慢的增高。我不觉得你会这么迟钝啦，我是觉得这个人其实已经很长，
是有事无来跟你聊天，或者在工作上，或是讲工作的，也可以出现在你面前。他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这个事情了，只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我觉得他还不如就单刀直入直接跟你说就好了，因为我这边看你的回应跟反应应该都还蛮好的，毕竟在某一个深层底下的灵魂的默契还是有在哈。好，我觉得1号这里差不多了哈。哦，再看一下别的。看一下这里，好，这3张我再看一下。要再等哈，要再等。来，你们两个之间确实还少了蛮多心灵上对话来达到两个人在关系上面的一个平衡。现在都还是有一点零碎哈，两个人不算是非常的对齐哈，还需要更多的相处，慢慢的跑出来啦。是好，那他现在其实处在一种不知道怎么办的状态哦，他抓不准你喜欢什么，他也抓不准你的个性什么。在他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方式做事情的逻辑，刚刚对他来讲是不太寻常的，或是他不太习惯的。所以现阶段的他很懊恼，很懊恼要怎么再往前一步啦。哦，我看这里就只能说这3张牌都还是在讲说，现在都在过程中，都在过程中。好，好吧，这组牌我们就先把他刚刚说，其实这个遇见开始就是往爱情的路上的祝福，好几个位置都有这么讲的话，那我们就先把这个都只当成是一个过程哈。我觉得它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出恋情，我觉得他还蛮像是会突然说出口的，因为他有一点点找不到很明确的方向的时候，他就会有点孤注一掷的，就直接说告诉你，然后直接看你的反应这样哦。那他在讲这个时候，他也没有那么确定你接不接得住，或是他接不接得住你的拒绝这些的。但是他这个人，我看得出来他的热情非常强，所以你可能会接收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很意外的告白，然后你甚至会觉得，哎，怎么是这个人？会哦，因为你们两个的能量连接、默契上，我觉得都没有非常高，所以我会有一点点好奇，为什么牌面上都说这是一个对的组合哦，是可以期待的，所以一定有后面有一些很意外、特别的意外惊喜在后面等着你去领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哈。就是你们两个能量接触时间点最好的时机，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说他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的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哈。来，我们来用天使来看天使的历法怎么说。来2张，给你2个时间点哈，你参考一下，看一下。这个这张会拉比较久哈，他讲的时间这讲的时间有到11月的第1周，他拉的时间比较久哈，但不代表说你们中间没有接触，他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对你的感受能量最强的时间大概要到11月的第1周哈。好，那我来看一下这张给的时间。Awakening Generation，这张给的时间，他写12月第4周，所以他可能就都是在冬季，都是在年末的时候。这个太远了哦，我再来翻一张，再翻一张，看一下有没有比较近的。好，如果再没有，那就没了。我这边问的是近一点的能量，你们两个接近比较强的，比较弱没有关系，但是近一点有没有？哦，好，这个是有比较近一点啦，大概到6月中会有啦。好，可是能量应该就不会比这
两强。因为在我翻牌，我通常都是这样哈，先看到的能量大概就是50%的强，后面再看的话就是35、15这样3个就慢慢递减。所以它这里有一个15%的能量，大概就是6月中的时候，你可以期待一下哦。好，那看一下，我们用日本神谕卡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的优点哈，看2张。好，这个部分你可以当做好玩啦，参考一下，因为它这个优点比较广泛啦，其实有时候大部分人都有。来，第1张，他是一个对人很诚实、很坦诚的人，然后他不太喜欢欺骗，他不太喜欢欺骗。那在这个他是一个很热心助人的人，所以他其实私底下会偷偷捐钱或什么的。他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或是有举手之劳的事情，他都一定会抢着做。他非常喜欢那一个感觉。好，再来是3张动物灵卡哈，动物灵卡来给你3个建议，可能是这组牌，可能是生活的。好，来，3，好，独特性也是独立，都怎么讲独特性？哇，竟然翻到1、2、3了，啊，其实这里独特哈，这讲独特、独创哈，然后这里坚持自己的想法，最近无论是工作上什么，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相信自己的独创性哈，因为接下来有一个还不错的机会之门这样打开了哈，所以记得要坚持这个本能哦，不要太容易被别人擒了，太别人的想法影响。有时候别人讲的天花乱坠的感觉，好像比你更有说服力。可是这里在提醒你说，最近你在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更偏向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哈。好，不要那么容易接受。哦，你在坚持下去的时候，有一个不错的门，机会之门、幸运之门也要准备为你打开了。好，那就这样哈。这是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简单来说啦，他其实在工作上面离你还蛮近的啦。他现在正在努力的找方法，你会说他就直接告诉你就好了。可是对他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所以他应该再找更好的方法来去靠近你，而不是一种鲁莽的告白。可是虽然前面2组我都有看到他会突然告白的讯号，所以我有跟你说。因为他的内心很深层有感觉到，这里好几张牌都帮他确定了，你就是他想要的人，他想要热烈追求的人哈。那这个人还不错，他的浪漫值很高，所以如果你答应他的告白之后，确实是会走进一段很不错的、很甜美的热恋哈。好，那这样这是1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期待吧哈。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来哈，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谁会给你一个甜美的热恋？好，谁给你一个甜美的热恋？好，来先放回去。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基底能量的分布。好，先看一下整个大趋势的方向。好，来，等一下，好，这些哈，来。首先这个人蛮符合你心里所想要的那一个状态哈，他那个人他是经过你好几次的爱情的恋爱之后哈，然后确定自己非常想要什么样子的恋人了，所以2号牌的朋友这一组非常依赖你心里有没有很确定想要什么样子的恋人，蛮依赖的哦。那如果你还没有，你可以认真的想一下哈，你知道那个你自己内在的那个意念哈，它非常跟随你所确定你想要的恋爱的样子，他会跟随着那个想法去哈。那这一组已经破梗了，他说这个人还蛮符合那个的那样子的人哈，他在一个非常好的正能量的方向的位置被你找到了哈。只不过呢，在他出现之前，你自己人生上可能会有一些很强的转机哈，可是这个转机还不错，它是属于一种大跳跃大转折你人生会有一个大升级会有一个很强的挑战出现，会出现一个大升级。那这个人除了他是你所吸引的之外，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了。他是你所期待的，但是你们遇见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吸引力了，所以你跟他你不太会错过了从这里的确是经过你内在比较严格的筛选之后，你后面真的确定你只想要那样子的人，他确实还蛮符合的哈。
然后你们的相遇相处之后，经过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在其他的能量上有帮你审核过了哈，所以你们两个很有可能一遇到的时候会找到两个人的相处的方法，找到两个人的相处的方法，然后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应该就会有热恋的感觉了哈，一开始就有热恋感觉。那他这边有偷偷说，这个人可能会从你的朋友圈或者很多你认识的人的中间里面跳出来，所以这边其实是有暗示他已经在你附近环绕了啦，只是好像还没有那个机会认识到哦。不过从这里的安排来说，已经慢慢的走到你们两个要相遇恋爱的那一个段落了，已经慢慢的往那边走到了哈。好，我想大致上这里就这些哈，你参考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翻一些比较细的东西。我先把这里的重点记起来，请所期待的，然后开始遇见战士，挖掘成这边哈。好，来，我们来挖比较细的地方哈，直接来看你们已经遇见认识了嘛哈，还有一些情况或是什么。好，你们遇见了吗？遇见了吗？他现在的位置哈，好了，算了。好，现在在关系这附近的哈，来，都一次把它翻起来好了哈。我先看一下，现在有的讯息怎么说哈？遇见了吗？这边说还没有遇见这边说还没有遇见，还在来的路上。刚刚前面那里跟前面这里哈，这个牌唱的差不多哈，正在来的路上，正在走到爱情的位置哈。那一个你们相遇的那个场合、那个场所，好像还没有遇见哈。那这边也说了哈，瞧一下是不是？这边有说，你们的遇见可能确实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的方式，在一个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或什么的时候，或是去哪里玩去喝酒或什么的，旁边有很多非常多的陌生人杂音的时候，会有一种偶遇巧遇的方式遇见，所以你们的遇见比较像是说互相看到了彼此，所以他会有一个主动的搭讪、主动的聊天、闲聊才会出现哦。那现在不在你，他现在还不在你的生活圈、朋友圈里面附近游移，所以你们前面还是现在还没有所谓的有错过，就是说有一起去哪里，然后在附近，然后同时出现，然后错过。所以这边在讲说，当他一出现在你附近的时候，应该会立刻感受到，或立刻会有吸引力吸住。这边确实也是这样讲哦。King of Cups 认识，确实这里的路径也是在讲说，慢慢的迈开脚步往你这边来了哈。是，好，以现在来说，你们彼此还没有察觉到。好，那都还是符合还在行走过来的一个路径哈。看一下这里是不是 OK？你们会有一个介绍人，会有一个人拉着你们介绍这样子。可是对他来说，对你来说，都不是一个安排好的见面，都是大家一起去哪里的时候遇到他。那你们中间确实有一个桥，有一个人认出他来了，哦，然后。这个是最保险的位置，就是他有一个人认出他来，然后把他拉来给你们大家认识，不是只是给你认识。那我觉得这里跟这里都有讲到一个巧合啦，就是说他是有一天有一个时刻随机就出现在你们附近了，他只要那一次出现在你们附近的时候，你们就一定会认识。哦，这边路径都远了，所有走到你们这里的路径，远的、近的、直接的，很好几条路径都是不明朗的。所谓的不明朗来说，表示这一题的随机性还蛮高的。就说它很像是打弹珠，它就乱乱的弹来弹去，弹来弹去，它有一天会弹到你们这一个区域里，中间没有任何的安排，没有任何的桥，是直接把你们拉到附近的，所以要等待那一个巧合的时机点发生哈。看一下五声。这一组有一种绝对浪漫了哈，很依赖整个空间里面的间歇性的产生啦哦。那以距离来说，
我是认为如果以这张牌来说啦哈，我是认为你们两个算近了，你们两个算近了，因为这边有看出来你们两个的连接，你们两个的能量有在偷偷的做一个引导连接，它很像跟你们彼此没关系，它是无意识的状态。你们彼此的能量可能有在天空打一个信号弹，然后彼此有看到了，所以现在两个能量慢慢的在靠近中。这边有说，能量确实是有在慢慢的靠近中，而且这边又是国王圣杯，即便这个路径看起来是很远，可是他好像已经找到了那一个方向，正在往你这边走。这个是你们两个无意识的状态，所以我才说，其实你们两个有很近过，能量有很近过，只是一直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点的同一个空间里。好，所以当你们非常接近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就会立刻展现出，就是哦，我知道在这里，你就是你，我知道那个打信号灯的人就是你，他会有这个感觉，就会立刻出现。好，他会有这个感觉就立刻，所以你们不太会在第一时间遇到的时候错过了。好，来，好，这边看起来就是在等一个时机点了哈。我这边我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我看一下，以现阶段，没有，他现在在讲说现在的能量，你们附近的能量还在做一个转换，有一个分离状态哈，然后它正在重新融合，然后就是在破解。那你们两个能量现在处在一个正在破解的状态了哈。所谓的破解呢，就是说，可能你们两个的能量已经有所连接了，可是现在那个动力、那个拉力还没有出现哈，现在还在破解一些，这个很难形容啦，反正。白话一点就是，等到这个答案找到的时候，你们中间的那个拉力力量就会把你们立刻拉过来了。那它什么样子的力量把你拉过来？就是可能你们附近有一些人的直觉，比如说这个搭桥的另外一个人的直觉，他突然有一个提说大家也去哪里玩，然后他那边也有一些能量，或是他的朋友也是说让我们来去哪里玩，所以你们俩可能会在一个共同的时间点就会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啦。就是要靠这些能量的一个默契跟直觉连接出来之后，才会大家往一个比较一起的方向，所以你也可以说，就是你们两个有没有对齐了啦？现在还处于在一种还不太对齐、对得到，但是至少以四方角度来说，东北、东西北呢，可能已经在看同一个方向了，所以差不多就只等到对齐而已。所以这边才说，这里还有一段时间的整理、分离、融合，过渡的一个状态这个要再等一下。来，我再看一下这里。那以这个我说搭桥的这个人他其实已经慢慢在浮现一些新的 idea 了啦，就是说可能大家去哪里一起玩啦什么的。所以最近如果有朋友邀约的话，你要尽量去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人成为引导你去见到他的能量还比较强，因为从这里看得出来，他内在的能量好像目前跟对方那边的能量的默契比较够因为他的正能量很强，他的一个往外不知道，反正这一个搭桥的人他比较能够帮你找到你们遇见的那一个场合啦，所以最近有朋友邀约你就尽量去那个就是一个直觉上面的一个集体潜意识的概念，就是可能就是在潜意识共同感觉到说最近应该要去哪里玩所以他现在比较接近那一个潜意识里，所以他会跟那边的连接比较重这边其实都讲出来，靠你自己去找他，或者靠他自己去找你的路径都是短的，都是要靠外来的一个比较 random 随机的状态去帮你们找到那个路径。好，那现况就是这样了那只好再等一下比较好的那个时间点。基于时间点，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翻时间点好了。先给你2个时间点，可能会让你们2个认识的那一个时间点那你就参考这2个时间点。如果那个时候有朋友邀约的话，就尽量去来看天使历法给的时间点的暗示是哪个时间点14天使14竟然没有戴眼镜，看一下这一张给的时间点大概叫5月的，我看一下5月的第4周会有一个最好的时间点，会让你们有可能那个时候你们会相遇那至于这一个的我跟你说2张牌都是说5月了那就表示5月很重要了5月如果朋友邀约的话，尽量去。他2个讲的是5月的头尾，第1周跟最后1周，所以看来5月是一个蛮重要的时间点，你可以尽量出去跟朋友出去，可能那个时候就差不多会遇到。这边有说遇到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了，很容易就明确的感觉到对方的存在，而且他也是这样好，来
既然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相遇之后的一个契合，各方面的内在灵魂的合适的程度了哈。我先说，他有可能遇到的时候就会表达出喜欢跟想在一起了，会有这样，因为他这边有很多东西在酝酿出一个很快的结果哈。好，这里的话，你们彼此的同步率其实不高了哈。前面有一个比较需要去探索彼此个性的一个初期啦，初期会花一点时间来去探索彼此的个性哈。然后你们一开始对话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有默契了哈。你们比较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的相遇哈。那以灵魂的距离来说，这边说你们以前或是灵魂的感觉之前原本分开了很久了哈，可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有再相遇，这一次应该也是算所谓的再相遇的一种了哈，所以也不算不熟悉，而是说你们以前灵魂好像有彼此一起经历过什么，所以你们后来在这一次在遇见的时候，会在后来慢慢的一些确定的时候，就知道说，哦，其实你们两个是很熟悉的，很多状态、各种概念观念是很熟悉的。可是那一种相同点都不会在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立刻浮现出来。这一组的，我觉得节奏是偏慢的，节奏是偏慢的，要慢慢的挖掘彼此的。因为他这里初期都有一种迷雾状态，但是好像不会阻挡他一遇到你的时候就要跟你表达一些对你的喜欢。他会在一种蛮不确定的状况下，想要邀约你一起来试看看在一起这样。然后你这边的感觉会觉得说，其实有很多的观感，感觉上你也觉得可以，或是很舒服这样。我觉得他这一段会少了一个追求的感觉，他会很快的就在你们能量最接近的那一刻的时候，就会表达出非常明确的喜欢。只不过这里都说，虽然告白的速度快一点了，可是还是需要更多的相处时间才会确定当时接受一份告白，或是他要跟你告白的那个直觉到底是什么哈。其实我觉得那个直觉，就是因为这里在说的，就是你们以前灵魂上有接近过了，也有可能也有在一起过了，或是很接近做朋友过。可是我觉得这边更多的是，其实你们两个之前灵魂很靠近的时候，有一起成长过，所以知道那个路径。不会都是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会爆发型的，都是需要相处之后才慢慢知道说彼此的珍贵在哪里。所以这一次在相遇的时候，也会照着以前那个模式这样走。好，所以我刚刚才说，刚前面那张牌上面说，这个人还蛮符合你心理期待的人，可是他不会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会马上符合你心理期待，而是他慢慢的在挖掘之后，才发现说，这个人比较符合我的爱情的价值观。好，来，我再看一下这里。Seven word， 7都是777啊。这边只是再确定了一下你们的不同，非常明确。好，那初期会比较辛苦一点了，比较需要花一点耐心去挖掘彼此的共同点。一开始有一种很不一样两个世界的感觉，还蛮重的哈。那个只要撑过一下之后，就会慢慢浮现出彼此的优点。好，是主案，这边说你们两个要进入两人世界，走到爱情那一个，自己开创出自己的路径的速度会慢一点所以这组我觉得它比较像是理性跟直觉的一个对抗了。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直觉上、感情上、感性上，其实是蛮确定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所以他的理性的部分爆发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没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会阻碍你们在一起吗？不知道。但是那个需要你们一点一滴的去挖掘，你们其实有相同的地方。只是你们相同的地方、相同的默契，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本质上就有的，只是都藏得比较里面。它甚至也包括你们对自己的认知有多深。这一次的相遇会挖更深的东西，彼此的新的个性、新的人格、新的能量的状态，两个人在相处之后才会慢慢的被挖掘出来。因为他看你跟你看他，和你自己看你自己，和他看他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有一点点比较像说，这一个组合比较像身心灵有一个进阶的状态。这一次的恋情那不过还好，整个牌面上相处的气氛啊、情绪各方面都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你们还是有一些恋爱的默契有在。我觉得这主要你要比较要
依赖直觉啦，直觉上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人是合适的，因为这个灵魂相处过的灵魂的答案是这样，直觉告诉你们说你们是合适的。可是相处起来会有点卡卡的，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不顺，主要是因为那个默契要比较慢，在后面才会出来了哈。这一组，如果对于比较没有耐心的人来说，应该很快就放弃了啊。但是从牌面上来说，都有需要突破一下初期的状况的牌哈。好，不过至少不论性格上合不合适，他都有酝酿出一开始有热恋的感觉啦。那一开始有热恋的感觉，只是在回归到现实生活相处的时候，才发现说有很多东西其实都过度美化了哦。不过没关系，因为你们的灵魂好像已经经历过了这个状况了，所以很快就会修正回来，不会那么的冲击，不会那么冲击。好，来，这点有了。好，来，我们来翻一下这个人的优点哈，给你看一下日本神谕卡，来翻2个这个人的优点，感情上的优点。好，是这张，其实我每次翻到这张牌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有趣。他讲说，这个是你注定要遇见的人了哈。那为了什么理由遇见？就你遇见之后，2个相处之后才会发现哈。因为他如果通常会说这是你注定要遇见的人，他一定是对于你的人生跟各方面身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启发跟开窍，才会需要这个人出现哈。所以通常这个牌讲的是说，这个人的出现是某种贵人的因素了。那再来，他是一个很热心助人的哈，他对其他人都还蛮善良、蛮热心的，所以他应该会偷偷捐钱给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哈，这是他情感上的优点。再来3张动物灵卡，给你一些最近的建议哦。那不一定跟这个牌组有关，有可能是跟你现在的生活有关哈。再来，好。好，首先，最近在提示你说，如果你有遇到需要帮忙的人哈，或是捐钱什么的，记得捐一下哈，好像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事情会回来哈。最近是有被提醒哦，有被提醒你就试着去做一下。那再来就是说，最近你的身心灵还蛮需要疗愈的哈。有一个蛮不错的太阳能量在靠近哈，所以如果你最近想要放松你的各方面的事情，就去放松或去按摩啊，或者去上身心灵的课程啊，或者什么的，只要是跟心灵要放松的，要记得是放松舒服，而不是去学习哦的东西，你就尽量去哈，也可以去做一些 SPA 啊或什么都可以，好让你的身体休息一下。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些生活上的挑战，是你自己想要去做的、想要去追求的一些挑战。他告诉你说应该会成功哈，这个新的挑战、新的追求，好像在下一个阶段会进来哈，然后已经看得到胜利的果实了。可是记得你要去参与，你要去接受这个挑战，不要回避哈，因为后面有一些意外惊喜跟其实你想要得到的收获正在后面等着你。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算了2组牌，我都觉得有很多的阻碍哦，好像在于明明已经很确定眼前这个人是想在一起的，可是都有一些小小的阻碍需要突破哈。没关系，反正至少这个人快出现了，在附近出现哈，那你乐观期待一下哦，应该都有不错的表达了哈。至少我觉得对方的追求跟表达自己的喜欢会蛮明显的，你们都比较不会彼此错过。好，那我们乐观期待一下吧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看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哈。今天通常3号牌哈，如果你以后要做选择的时候，给你参考。通常3号牌我都会偷偷的先讲一下我翻了1、2号牌的心得。如果你看3号牌觉得不顺利、比较不搭配的话，你可以去看看1、2号牌。1、2号牌今天都有一个状况，就是人都在附近。可是中间都有一些阻碍，没有让你们产生很明确的连接，不是不认识，而是说对方都产生了某种不知道要怎么告白、不知道怎么行动的一种小阻碍，所以拖了一些时间哈。那结果都是一样，都是一定会进入给你一个非常甜美的热恋都一定会有。只是到了这个阶段前面还是有一些挑战跟阻碍。可是我们通常我都会觉得它是一个能量的调试，因为它要进入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之前，它都会有一个还不错的调整跟调试。如果说2个能量并不是非常完整跟合适的时候，它不会随便就进入到那一个好的状况里面了哈。
不过都 OK，你可以想成是否极泰来哦。那3号牌，我希望它会再更顺利一点了哈。虽然通常我这样讲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出人意料，但没关系，我们把这意念下去。我希望3号牌能够再更顺利一点。好，来，我们先把牌放回去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致的结构了哈。等一下，大致的结构。先就讲趋势哈，他可能会抓到一个整个流程的趋势跟状况了哈，然后等一下再翻细节的时候来去做补强，或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好，来，看一下我先看一下这里抓了一个基本趋势的结构，结果是后面有你蛮期待的一个感情的状态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哈。然后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第一还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人，第二其实你会很严格的审视他哦。那这边有说，当你们我觉得这边有遇见的时候，就有很强的能量的吸引哦。这边有说蛮符合你所期待的嘛，所以他的外在啊、声音啊，各种一开始的第一印象都是你原本所喜欢的那个类型哈。那一遇见的时候，你心情特别好，表示这个人很多东西都非常符合你，那个恋爱的感觉有立刻就出来，恋爱的感觉有立刻就出来，所以这一组应该是一遇见的时候就会有很明确的爱情的感觉会出来，这边都在一个初期见面的时候就爆发出来哈。那你身边的朋友应该也觉得这个人不错，可以试着相处看看哈。不过，我跟你说，你会觉得蛮意外的，是这个人，因为你心里，他有可能哈，你出去玩或是认识他是一个新朋友的状态出现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心里并没有被触发什么，而且是还非常平静的。他这一股平静比较接近你可能很深的内在的心理的意识状态，是觉得不会有属于你的爱情出现。你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固化了这个状态，可是这一个人开始有所行动，开始跟你讲话的时候，这些能量都爆发了，爱情的能量各方面都爆发出来了哈。他每跟你相处做一些事情，你都觉得说哇，你这个人，你心里会觉得说哇，好喜欢，有很多很喜欢的感觉出来。可是这里却有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不要投入了这么快。这边有说，这2张牌都说好的事情、好的感觉都放在比较后面，它不会立即摆在眼前。所以有一点叫你不要投入的那么快，让他再去把他自己表现的更多出来，这样你应该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心里就会有蛮兴奋的啦。可是这边国王牌出现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提示啦，你原本就已经蛮想审核对方，确定对方是不是属于你，可是你会被他一直不断的符合你想要的那些条件之后，会冲昏头的，就觉得好，我可以马上投入爱情。可是这边却在提醒说，没有，你自己为什么他会喜欢你？为什么这段感情可以促成？主要因为是你自己本身有一种自己很重要，还是要以本位为主的这个概念，才散发出那一个吸引力啦。所以当你一脱离、一放下，觉得说突然兴奋起来，觉得这个人都好符合你喜欢的状态哦，然后就发现自己说，我现在就要立刻投入爱情。当这个状况一出来的时候，可能你内在的那个魅力就不见了哈，那个你本位主义的、很本来自己的、很喜欢自己的那个魅力就会削弱很多哈。所以这边都有一个能量比较像是说，如果这感觉来了，反而是你需要放慢一点的，然后只是告诉你说别担心哈。后面还是有你想要的东西，只是没有那么快要给你，也不要你这么快的就去拿到。哦，与其说这样，你也可以把它拿说要欲擒故纵一点也可以啦。哦，他这里牌面是有点怕说，因为自己等待了很久了，
所以难得出现的时候就立刻投入哈。这边有做这个提醒要告诉你哈。不过牌面上的组合其实好的啦，盘面上的组合是好的啦，他没有特别觉得有多不好或什么，只是他怕你投入的太快，随之而来的就是期待太满，期待太满，然后会有一点点丧失了你自己很珍贵的那一种判断。好，因为你前面的爱情或什么，也许已经帮你整理出来你想要的爱情的模样了。那这个人虽然前面很多东西都还蛮符合的，可是好像也算是一个课题。希望你不要在这么觉得很稀罕的出现的状态就立刻投入进去了。我觉得这里比较关乎的是你自己个人的魅力了，因为这边塔牌出现在一个阻碍转折的一个很深刻的提醒的位置，他其实在讲说，如果你发现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内在个性、心理各方面有一个强大的改变的时候，想要做出一些跟你本来原则各方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大改变的时候，那就是可能有一些危机出现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点哈。也不是说对方会伤害你，而是你可能会意识到自己越来越少，他会有一种，他慢慢的会显现出某种不舒适啦，他怕你会难过。你会因为后来醒来发现自己少了很多，虽然是成立在一个新的爱情里面的幸福，可是你可能本质上会觉得说，也许幸福有来，可是你好像少了很多自己，然后难过、痛苦，自己会烦恼了所以不需要投入这么快，尤其在这感觉上还蛮保险的，这个人也不会立刻离开了好，就慢慢的相处就可以了。好，基底能量的分配是这样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更多的细节，然后就生活化的细节。我想大家都不是很想听抽象的东西，我们讲的就直接生活化的细节哈。他在哪里遇见了没？他现在在我们位置是朋友圈吗？还是什么的那个来，好，我来看一下来这边他出现了吗？他现在跟你的距离这边这边都在看他现在跟你的距离好，什么是指引你们的相遇这边也是他现在的状况好，来这边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连接的部分我们先翻这些，我看一下，是这边说还没有遇见，而且可是方向是对的他现在走的路线方向是对的，你们是接下来就会慢慢的遇见这个我等一下我先直接看好了我觉得他这边说他还在来的路径上来，我直接翻天使牌来看一下大概的时间我看一下目前有一些路径你们两个相遇的那一个爱情的培养的土壤已经都踩在脚下了所以就只差进入到那个空间相遇。然后这里还在风说，现在的状况是你们两个现在不太看得到彼此他这个所谓的他慢慢的走来，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他从很远的地方走来，而是就算你们两个现在都在附近。其实现在都在附近，然后故事线还没有发展出来。其实他在你附近只是你两个的故事线朋友圈还没有做连结所以才说他还在走来的路上，走到你面前，出现在你面前的那个路上。来，我看一下，很近了，是很近的，远的部分是没有讯息的，近的部分已经有恋人牌跑出来，是在附近来，我看时间点，来2张，大概抓一下，会有2个比较强的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应该是在5月中，5月中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近的那我再看一下这里，5月中，其实它上个月跟4月都会有蛮接近你的一个能量，可是5月中的能量是比较强的，它好像好，没关系，我再来看这里48就是1月这2张牌都有说1月底的时候其实有很近的能量过
其实有非常近的能量，应该要认识了，所以应该选3号牌的朋友，应该有朋友是已经认识到了，可是没有很强的连结所以他可能要再等到下一次。那大部分的人应该是都没有遇到他只是说1月的时候有一个很接近的这样。那以他们的重复来说，确实都有5月。都有5月，只是能量小跟强。这里是比较强调5月，这里大概比较小的能量是说5月有，可是这边还强调另外一个时间，就是说3月也有可能有一个很靠近的。可是如果我们以重叠来讲的话，5月是能量最强的时间点，所以他大概讲的这个路径慢慢来，应该差不多就5月会有最强的一次遇见所以至少那个时候应该会有蛮明确的认识了放这里。好，我再来看看其他的讯息，他怎么给39。9啊。我跟你说他应该还蛮多人喜欢的。出现的时候，蛮多人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可能已经有听说过这个人了。应该有其他人已经先喜欢他，在你们的朋友圈里面已经有谈论过他了。只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遥远，或是你也没有什么兴趣听一个更不知道不认识的人讲然后就是这张是8。这边一直在讲说，你们两个其实他这个意味比较深远。他讲说没有看到彼此，不代表这个人不在附近。可是这里都说在附近，可是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彼此。你的朋友别的人已经都看到他了，可是你的部分就还没有。在你的位置来说，离你看到他、遇见他的路径还在走，还没有到，可能就是因为两个方向就还没有对齐到那从这里再说，其实。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漩涡来说，它有慢慢，如果你在这个漩涡的核心你在这个核心，它有在慢慢的越来越进入那个核心，它现在有这个状况，所以现在只是这个时间问题了。那时间的已经讲了，那就大概期待一下那个时间点1月，我一直蛮介意1月那一个，我觉得有些人已经认识到了，可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出现好，来继续来翻一下这里8了没有。确实是有非常靠近，可是却没有遇见好，这边在暗示说，这一个路径来说，已经到了后半场了，后半以上了能量差不多都已经准备了差不多了，就是你们相遇的那个好的能量已经准备差不多。这边说已经差不多就是后半以上了，就是说如果就讲一个时间了如果要再等一个。这边看，譬如说路径说要再等1个月，好，那就再等1个月。可是这张牌出现说已经走一半，那就是说只剩下15天，好，用这个概念，所以走到一半了。所以你们之前应该走更久了所以它能量上来说的话，我们刚刚说5月，还有一个小能量说3月，可能3月那一次就有可能会比较好的遇见你可以再期待一下。所以这2个时间点，如果有跟朋友要一起出去玩或什么，可以认识新朋友的一个交际场，就尽量去。他应该会在那个最近的时间点，然后跟你相遇。可是。他会在最靠近你的时候就认出你，然后会有一个不错的相遇的点嘛？我觉得刚刚前面那个牌有说有而且他一出现的时候，你也不会立刻的就接住他或是喜欢他，你会经过很多的判断、发现跟良心法，发现说，这个人是符合你所喜欢的人，然后就会投入进去。所以记得刚刚前面一开始翻的，当你想要快速投入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要踩刹车，再看清楚一点因为他很快就会在你一开始跟他见面谈话的时候就审核过关了。好，来。看一下这2张的提示。这边说你们的是这边说这边有说他打一个保险牌，他说无论你们每一次的相遇是否错过或是没有感觉，可是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循环它会一来一次在你面前出现一次，它会循来一次在你面前出现，这是一个固定的循环。只是每一次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能量强度不同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机会可以抓住对方那这一个就是他现在讲说，这一个周期已经走到一半，他又要再出现一次了照这里牌来说，也都是所谓的2个半月或一个循环，在讲两个的遇见，所以它比较像是说，你可能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间也蛮固定的，或是一直去某个地方。的时间都还蛮固定，什么时候会去这里，什么时候会去这里，都蛮固定的。你只要一直遵循这个固定的方式的话，就很容易再遇到他，因为他好像也是在这个规律里面然后再看一下这里，这张牌讲的比较特别啦他说，其实你们2个的相遇是一种
不同物质的融合啦，哈，一种本来是不同类别物质的一个融合，所以这边有在暗示说，其实你们两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虽然他还蛮符合你所想要筛选的那个人，但是他并不是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人，因为他本质上还有很多东西跟你不同，可是他却跟你的个性上各方面的融合能力还不错，所以他会有一种很快就突破了两个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会慢慢一步一步满足你的需求。你的条件，所以在经过3、4种东西的都吻合你所期待的那个，你就会投入的进去很快。当然，它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说，你会发现说你们两个的不一样的东西配合的、融合的、互补的能量有强吗？我看一下，这个我从这里翻。互补哦，有一个小小挣扎期啦哈，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认识之后会有一个磨合，确定要在一起之后会有一个小小的磨合期，然后他必须要搓揉出一个新的相处方式。那至于互补能量的话，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女性朋友帮你提点，或是给你一些建议，让你找到跟他相处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啊。有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会做一个提醒，然后再来这里，这3章都有说了，你们的不同跟差异会在你们两个磨合之后产生出一种新的相处方式，而这个新的相处方式的基底是你们两个都长了一个全新的智慧了，所以才找到你们两个相处的方法。好，虽然前面讲说其实你们很容易就进入爱情，可是我差不多知道前面为什么说叫你决定要投入爱情，或是很快就掉进去，他希望你在刹车刹一下，是因为他怕你后来发现说，其实你们两个很多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有点失望哈。这边有说，可是这边给的一个答案是说，但不用担心了，其实你们两个的相异之处融合的还蛮好的，你们会找到自己的规律跟方法了哈。可是就是它会有很明显的磨合的状态，可是我倒是觉得。这个磨合的状态应该不会带来什么痛苦跟难受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因为这里看起来这一份差异都没有阻碍你们前进，而是这份差异，你们两个一遇见的时候就进入一种融合搅拌的状态，而不是相斥排挤的状态。哦，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磨合撮合状态的时机还不是难受的。而且是很容易找到方法的哈。那也可以凸显两个的彼此的不同，也有这个讯息。好，我再看一下哦。好，差异点这边是出现了啦。来，我们来翻一下你们的相同点，至少来翻一下，来看一下相同点的东西哦。你们两个一遇到的时候都是彼此的学习对象了哈，因为你们这里还是强调你们的相异点哈，是需要慢慢的沟通学习之后才会有所成长的哈。再来是你们有蛮合的地方，这边有发现的，你们生活的品味，好，你们生活的秩序、时间表、时间感，哈，还蛮合的。对时间的感觉，什么时候该什么事情要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居家的风格，喜欢家里打扫的一个逻辑各方面的哈，你们还蛮适合生活在一起的。如果不谈恋爱，只是生活在一起当室友的话，你们是非常契合的人。至于你们的灵魂的位置来说的话，以灵魂的在宇宙的角度来说，其实你们是可以一起当成是很好的伙伴的，一起去挑战各种事情。你们是非常好的伙伴关系，有灵魂哈。所以这边有讲说，其实如果不进入爱情的话，你们本身就能够变成非常好的朋友，而且这个非常好的朋友也不一定需要说两个人的各方面都要非常吻合、很契合，只要两个人对于做朋友的概念上非常有默契的就可以一起往下走，一起当伴侣的状态，其实还蛮合的。你们的灵魂哈，好像本来就已经界定在是一个
同僚、同事、很好的朋友、很好的陪伴。他这个概念比较像说，这两个灵魂不太会离开彼此啦。哦，所以如果他的定义是在说不太会离开彼此，那表示说所谓的彼此的差异都不重要，因为你们本身的核心就是不会离开彼此啊，所以那些差异有什么好重要的？会这样子，所以也难怪前面说你们的磨合状态是舒服性是快乐的，并没有那么多的难受，所以难怪是这样子走。原来是最基底灵魂上就已经非常合适了。哦，也可以说灵魂本来你们两个之前就已经有遇过，就已经有知道怎么跟彼此相处了哈。那再来，你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虽然彼此有很强的激情，就是很热情，想要多跟这个对方讲，可是就一直觉得这个人跟你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可是他却一直没有阻碍着你们想要进入爱情的状况。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一遇见就会很快的就想要投入到爱情的主题里。虽然前面说你有经过一个审核跟确定，说自己他是不是符合你恋爱的状态，可是我觉得那个节奏开始的很快，结束的也很快，好像一下就立刻吻合了。所以他比较像是，还蛮像是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但是不是外在的，而是讲几句话之后发现说，好像心里有被打动了什么。哦，来。这两个最好不要翻太多。确实是还是要慢了哈。你们的关系是慢慢的才有那个能量出来。一开始确实是，就是说一开始都有很多种火能量都进来了，哦，可是心里的不确定也是一直跟随着啦，哦，所以没有关系，因为你们的差异本来就不是个问题了哈。而且你们的差异都有处在一种后知后觉的状态，可是没有影响到太多。应该这么说啦哈，你们一遇到的时候，会有很多比较浮的、比较浅的一些性格上的特征，让你觉得你期待已久的人终于来了，好，所以你觉得可以投入进去。当真的投入进去之后，也可以说就经历热恋期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们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也不会想要离开彼此，可是却需要一些磨合，先感受到一个甜美的初期的热恋，然后再去磨合，然后可是磨合的状态又很幸福、很快、很理智，很快就结束。主要是因为这里刚这张牌所说的，因为你们的灵魂已经很熟悉了。好，那中间这一个磨合的时候，他这边就说这个就不需要急了，因为其实你们不会分开。好，就慢慢的修正就好了，也不要讲太严重的事情，或是什么很沉重的事情，就慢慢的相处起来就有了。虽然这组牌哈，那一个让你们慢慢相处的土能量，我觉得不是它的核心，可是这边有说你们有找到一种很特别的默契，知道怎么跟彼此相处。我觉得主要就是这张牌的位置讲的，因为这张牌跟它的牌位都讲说，你们灵魂比较很像是以前有一起去打过仗、当过兵，成为同僚，成为很信任的伙伴过，灵魂上的相似信任度是这个，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离开彼此，所以即便彼此都很不一样，也还能够找到相处的方法，这就是你们灵魂本来就有的一个默契存在。好，所以遇到比较重要了哈，一遇到应该很快就会进入爱情的状况了。即便你设了太多限制，希望要这更高幅度的符合你所期待的样子，还设了很多条件。虽然你可能会有一些推挤，觉得不要那么快进入爱情，可是我发现这整张牌都没有，都有一个状况，就是你没有能力阻止你自己这么快掉入爱情了哈。所以前面这一组牌前面那一个才会说，你不要这么快掉入爱情，因为他好像有看到你很快就会掉进去。好，来看2张哈，帮你翻一下日本的神谕卡，来帮你翻一下这个人的一些基本的优点哈。来，第一张，他好吧，这边说了，他跟你的生活的兴趣还蛮相符的哈。你喜欢去健身运动，他也是哈；你喜欢去听演唱会，他也是哈。来，再来。
好，这里是说他是一个很钟情的人，很专情的人，很专情的人哈，所以他对爱情其实是还蛮专注的哈。好，所以看来你们两个的各方面的内在协调应该还蛮顺利的了哈，因为他还非常有心去解决。好，再来给你3张动物灵卡，给你一些生活的建议哈，可能跟这个有关，可能只跟你的生活有关哈。来，第一张。第一章讲的是说，最近有一些，如果你遇到一些麻烦或是一些心理的困扰的话，你去求助你的朋友了哈，你会发现其实旁边有蛮多人都想保护你的哈，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一个人哈。那再来这张牌讲说，最近我这张是一样的啦。最近可能有一些新的挑战跟新的事情会在你附近发生哈，记得去求助你的朋友哈。然后这个发生跟这一个挑战出现的时候，都是用来换正能量、好的能量哈，所以就勇于去接受那挑战，勇于去突破。哦，这里就是说，其实这3枚是连续的啦。好，这边讲的是一个世界的契机哈，所以我觉得这3个是连续的。他在说，你最近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跟问题哈，然后你不要自己去面对，不要去自己去解决，你可以去求助你的朋友，朋友会帮你哈，然后一起面对，一起解决。然后这个事情一解决之后呢，会用负能量把正能量换过来。好，然后你会然后发现自己在各方面会有一个新的成长、新的开窍。好，这3张是这样。那我觉得这3张重点是记得不要自己一个人奋战，然后去请求朋友帮忙，还蛮重要的。好，那这个就是3号牌的朋友哈。我觉得今天3组牌都蛮类似的，所以你有兴趣可以去听。我觉得真的很类似哈，只是整个状况跟角度跟这个人所会表现出来的行动不太一样而已，其实整个逻辑都很像。好，那就这样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哈，祝福你。